大家好，又到了每周的全球军事资讯时间了。大兵总结了一下近期发生的重大事件：美国再次援助乌克兰4亿美元，乌军收复赫尔松区域；美国采购韩国军事装备，印尼采购土耳其导弹系统，伊朗研发出高超音速导弹。话不多说，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就在11月10号，美国国防部再次向外宣布，用于霍克防空系统的导弹以及4个复仇者防空系统和毒刺导弹将运往乌克兰，作为总金额4亿美元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在五角大楼当天的简报会上，副新闻秘书萨布丽娜·辛格说道，由于俄军持续空袭乌克兰基础设施，必须要增加乌克兰的防空能力，而霍克导弹将使用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资金进行翻新。该援助资金早于11月4号的援助计划中提到，用于补充西班牙最近对霍克发射器的承诺，以此帮助乌军应对俄罗斯空中威胁。至于复仇者短程防空系统，则是为了乌克兰军队和关键基础设施提供保护，使其免遭俄军无人机系统和直升机的攻击。而霍克地空导弹系统作为美国最老的防空导弹系统之一，从上世纪60年代初期诞生以来，一直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主要防空武器。几十年来，雷神公司共计制造了3.7万枚霍克导弹，属于一种低层导弹防御系统，不仅可以用中程、中低空防御，还可以应对喷气式战机、旋翼飞机、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等目标。该系统为机动式，拥有全天候昼夜作战能力，火力猛、可靠性高、抗电子干扰能力强等优点。此外，使用毒刺导弹的复仇者防空系统是美国以前从未向乌克兰人提供的新式武器，属于可移动的短程防空系统，能够有效地防范巡航导弹、直升机和无人机系统。虽然该系统的射程较短，但是却有着美国和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提供的一些附加能力。而该系统正式名称为 ANTWQ-1，整体包括一个转塔，两侧各有一个4连装毒刺导弹发射器，一挺 M3P 型 12.7×99毫米口径机枪，配备红外摄像机、光学瞄准镜和激光测距仪。此前，乌军已经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获得了毒刺的肩扛防空导弹系统。该系统呢，不仅能安装在悍马越野车的后部，还可以将其拆下，安置到固定位置，充当要点防空系统。而且此前，美国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了与此系统配备的 AN/MPQ-64哨兵防空雷达，主要用来执行反炮兵侦察任务。再加上乌军在使用毒刺防空导弹和悍马军用车辆的丰富经验，使得乌军能够很容易地将复仇者近程防空系统纳入到军队编制和后勤体系。除此之外，辛格还说到，在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次援助中，增加复仇者系统是在与乌克兰方面就他们与俄军的战争所需进行磋商之后提供的。而这次援助还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的弹药、数万枚迫击炮弹、400套火箭筒、若干射击武器和配套弹药、御寒防护装备、清障设备等等。辛格还向外宣称，在下周，美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3世将主持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第7次会议。这次会议将在五角大楼以虚拟方式举行，期间会有近50个国家的部长和国防部长讨论为乌克兰提供捍卫其主权，使其免遭俄军进一步侵略的手段的努力。而经过这次援助，从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承诺提供超过186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就在美国宣布援助计划的次日，也就是11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向外宣称，俄军从赫尔松的撤离工作已于当天早上5点钟全部完成，目前已经在第聂伯河东岸布置好了防御阵地。未来俄乌战场的形势依然是难以琢磨，而俄军撤离的同一时间，乌军正式进入赫尔松市区。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整个城市基本已经被乌军控制。与之相对的，各社交媒体传出的视频显示，乌军列队唱着军歌，高举国旗，全部挺进赫尔松市区。没多久，乌克兰的巨大旗帜就悬挂在了赫尔松市中心。很明显，这是乌军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乌总统泽连斯基随即在当天发布视频，宣称乌军收复赫尔松。不过，俄军虽然退到了第聂伯河左岸，但是俄罗斯方面并不承认这是己方的一次惨败。俄国防部向外宣称，俄军撤退得很顺利，没有给乌军留下任何一件武器装备，也没有人员、物资和武器方面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俄总统普京的秘书佩斯科夫公开向外表示，俄军虽然撤退了，但赫尔松依然是俄罗斯的一部分。紧接着，或许是考虑到了这方面的政治意义，
俄罗斯直接将赫尔松州更换了首府，将东部城市格尼切斯特定为临时首府，大有分而治之、以和对峙的趋势。不过呢，这种局面必然是暂时的，乌军必定会想尽办法收复第聂伯河左岸，而俄军也会倾尽全力策划如何重新夺下第聂伯河右岸。至于前面说的局势难以琢磨，是因为目前还有2个问题没有弄清楚。首先来说呢，乌军认为这次是战略方面的大胜，而俄军则认为保存了己方的有生力量，人员物资方面没什么损失。可面对俄军的说法，乌军直接放出照片，表示收缴了众多俄式武器，迅速打脸。此外，乌克兰方面有消息称，俄军并没有完全撤退赫尔松，还有一些人员藏在工业区和民众当中，可能是没来得及撤离，或者是故意留下当间谍。其次呢，虽然乌军防御部队进入到城区，其特种部队开始在郊区排雷，但是俄军这次撤退的太迅速了，使得乌军不敢掉以轻心，生怕中计。但是大兵个人认为，俄军埋伏的可能性并不大，毕竟俄军撤退期间呢，直接炸掉了4座横跨在第聂伯河上的桥梁，并且还摧毁了众多赫尔松基础设施，比如电视塔、发电站等等，导致目前赫尔松全境没有网络信号，并且极其匮乏水电供暖。这些举动侧面证明了俄军并没有计划在短时间内重回赫尔松，而炸毁桥梁更是怕乌军紧追不放。所以第聂伯河左岸是俄军的首要目标，大概率是防御而不是进攻。对于现今的俄罗斯来说，守住第聂伯河左岸的运河要比守住赫尔松市更为重要。要知道，该运河关系着克里米亚半岛的供水，一旦运河失守，赫尔松全境就保不住了，而且还会危及克里米亚的安全，到时候俄军的麻烦就远不止如此了。所以从战略意义方面来讲呢，俄军弃守第聂伯河右岸也是明智之举。由此可以看出，乌军的战斗力早已经今非昔比，俄军的处境变得更加被动了。虽然寒冬的到来可能会为俄军带来一定帮助，但是乌军也在不断地接受北约各国的援助。在乌军收复赫尔松的同一天，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此前11月3号访美的韩国国防部长李钟燮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就韩国对美出口10万发155毫米炮弹达成了原则性协议。美国呢将采购韩国10万发155毫米炮弹，有消息称将会将其运往乌克兰。这些炮弹呢至少能支撑乌军炮兵部队几周的密集战斗，而通过这次与美国达成协议，也能让韩国在帮助美国的同时，恪守其不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的公开承诺。根据报道，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大量武器系统中呢，155毫米榴弹炮占了很大一部分，而这种野战炮所采用的高爆炮弹，每枚重约90公斤，可以精确打击几十公里外的目标。截止到现今，美国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了142门155毫米榴弹炮和92.4万发配套弹药。至于这次美国为何想向韩国采购弹药，大概率是因为在上周，一名美国防官员向外表示，乌军前线每天需要消耗7000发火炮弹药，这里面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美国的援助，这也让美国军方自身的库存堪忧，这令其部分弹药的库存水平降到了难以应对意外威胁的程度。所以美军呢近期在寻找增加弹药库存的新渠道，而五角大楼的一位发言人称，美国早就与韩国讨论了弹药的问题。此外呢，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受美弹药有可能援乌的说法，韩国防部在11号发表声明称，这次主要是为了弥补美国155毫米炮弹库存不足，其相关弹药的出口洽谈是在以美军为最终用户的前提下进行的，韩国依然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不过这次军火出口的谈判也侧面显露出俄乌战争爆发大半年后，全球各国对于军火的大量需求。就在11月8号，印尼与土耳其火箭工业和贸易公司签署合同，土耳其将向印尼军队提供王子导弹和多层防空系统。根据媒体报道，这款王子导弹系统属于博拉弹道导弹系统的出口版本，也是首次进入土耳其之外的部队。而该公司的副总经理在对土耳其媒体发表讲话时，强调了东南亚市场对于该公司的重要性，并且说道，由于我们签署了合同，我们将在短期内把首批产品投入印尼服役。与此前是2批不同的产品，其中王子导弹系统是第一批，该导弹的射程为280公里，是一款精度极高的重要武器系统。印尼军方是该系统的首个外国用户。
此外，根据该公司的宣传册显示，王子导弹不仅能由8轮驱动车的多管火箭发射器发射，还能按照客户的需要从其他战术轮式车辆上发射。至于第2份合同，则是关于分层防空系统的。库尔图卢什表示，该公司将为印尼陆军量身定制一套专属的防空系统。就在11月10号，伊朗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向外宣布，伊朗首枚高超声速导弹研制成功。新型导弹可以在大气层内外机动，不仅可以突破现今所有的防空系统，而且未来几十年内都不会出现抵抗它的技术。它的出现标志着伊朗在开发新一代导弹方面取得巨大飞跃。不过，不管是伊朗官方还是国内媒体，都没有透露出该导弹的具体参数和相关信息，甚至连一张渲染图片都没有。就连伊朗何时开始研制，耗费了多长时间，也是一片空白。如果伊朗发布的消息属实的话，那么在美国和以色列的严密盯梢之下，还能将保密工作做到这一步，伊朗确实令人惊叹。不过，高超音速导弹作为全球最顶尖的武器之一，就连美国现今呢都是依然在测试当中。伊朗是如何在全方位封锁下突破该导弹的技术难题的呢？虽然伊朗的导弹技术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有了长足的发展，现今呢在中东地区都是顶尖的存在，已经开发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系统。比如伊朗自研制一系列中程和中短程弹道导弹，其高超音速导弹作为全球顶尖武器，其技术难度并非常规导弹所能比的。大兵想来想去呢，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俄罗斯为其提供了技术援助。联想到此前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和导弹的事情，应该就是在那期间提出了技术援助的要求，不然伊朗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研发出就连美国还正在开发的武器。总结来说呢，随着乌军在近几日取得的成果和美国进一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乌克兰之后势必想再次向俄军发起猛烈进攻，俄军想要守住第聂伯河左岸，依然有着不小的压力。